近期的市场又到了考验大家纪律性和心态的横盘局面了。近期的资金呢，就在小灯票和老灯票之间来回往返跑，让坚定选择科技的同志们很费解。不是要科技突围吗？为什么还要总把老灯类的票子拿出来当刹车片呢？其实原因就藏在昨天的节目里。美国的制造业它是怎么崩溃的呢？其实就是从无论创新型的制造业还是到传统的军工业，一旦凭借放出点利好，做个 PPT， 甚至到现在跟 OpenAI 握手就能狂涨上千亿美元开始的，啥好人家的制造业能有这个利润率呀？于是科技制造业的公司的决策层全是一水的金融人才，而不是技术人才和组织管理人才。那这些人决策的制造业公司自然不会大力投入实际科技突破，费这劲干嘛呀？于是我们就看见了，连波音这种工业皇冠上的明珠，沾了不用制造业升级就能赚得盆满钵满的金融鸦片之后，也是没法救了。简言之呢，就是大家都看了15规划，对于科技就是未来的主线理解的都很到位，于是呢就都想一块儿去了，一人之心天下人之心嘛，都往小灯股里冲。那为了防止科技类的小灯们染上这个不好的金融瘾头，自然就是要压住节奏的。那压住了小灯，又必须要维持目前大 A 的低波动率，因为吸引更多资金入场的关键2个指标就是不断升高的指数和稳定的波动率，二者缺一不可。所以每有调教小灯稳健发展的需要的时候，就会把老灯票再出来把玩一下。牛夫人虽然不是小甜甜了，但依然是自家的夫人呢，所以最近的市场就来回的在小灯和老灯的标的之间摇摆。如今大家都感觉到了主力在玩低定一般的掌控着局面。具体方法呢，我在10月的内部每日策略里就有分析过，这里呢只能笼统的说一下，就是通过 ETF 和要求大机构对标 ETF 的方式降低流动性，从而实现平准基金的一点资金就可以调整整个市场风格的效果。这种方式目前呢还不特别完善，可以看出决策层正在不断的加大对大机构的引导和教育。9月公募基金行业机构投资者直销服务平台出炉，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建立并且运营。如今公募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指引征求意见稿正在有序推进中，简言之就是自家的队伍接下来一定要听指挥。大机构手里的资金也是社会资源，他们也不过是职责所在分配社会资源的主体而已。真的拿着全体人民的钱就把自己当华尔街之狼了，可是要不得的。唱着华尔街的西天真经，行的是损害社会整体经济秩序的把式，在15要全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档口，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。9月对浙江金融网络的净化只能说是个开始，如今方兴未艾，后续只会不断的深化。那盘面如今控制在主力手里，好处呢是尽可能的让各方面的参与者都雨露均沾，但是弊端就是让习惯了牛短熊长的弄潮儿们失去了熟悉的土壤，一切惯性和基本面分析都不如更高的意志对走势有着决定性的影响。无所谓利好还是利空的消息，只要冲小灯太猛了就要压住，然后把老灯拿出来盘一盘，使得资金呢就在这2大阵营做摆锤式的往复。这一往复就苦了那些喜欢追涨杀跌的弄潮人们，每个往复都锤在了自己身上。我已经提示了很多次了，目前喜欢短跑杀个7进7出的群体是当前风格下被剁得最碎的韭菜馅儿，而目前最好的进取其实就是不错过任何一次关键性的抬升，同时接受正常的消化震荡。目前其实官方给大家打的是明牌，欢迎长跑选手溜垮短跑健将，只要决策层不想泡沫化，不想市场一骑绝尘的往上跑，更不想让投机群体比研发生产的群体更安稳无忧，就必然会在每一个阶段性的点位上反复的上下，不断的越过关键点位的同时，又不断的提高每次震荡的底部位置，这就是最理想也是最健康的牛的形态。这就是我之前一直强调配置目前的价值多于择时，也多于推荐标的的原因。如今中美博弈告一段落，其实下一场博弈的烈度和深度只会更强。如今美国政府持续停摆已经创了历史记录了，重创了美国经济，对我们出海的企业其实也是有短线冲击的。
美联储还在妄图恢复美元潮汐一朝翻本的这个迷梦里，对于12月降息扭扭捏捏，市场之前已经交易了2轮的降息周期了，对于第3次的预期也会水涨船高，不排除鲍教皇离任前再玩一次心理战术。而美国正在全球想方设法的炒高油价和矿产的价格，以增加收入和全球对于美元的需求，一定程度上可能导致这些品类的过度拥挤。虽然目前中美进入了冷却期，但其实双方都在拼命的构筑自己下一轮的防御攻势。而大 A 就是我们现在特别需要加固的一个着力点，具体要如何做，有怎样的框架，今天比较晚了，我们周3中午12点一起聊一下，记得左下角点一下预约哟。